大家好，我是 Mrs. Wendy。首先，我要谢谢大家对于上一个影片的建议，我会继续加油的，谢谢。那今天呢，我综合了8个对于 bilingualism 跟 multilingualism， 也就是双语跟多语的人士的误解。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吧。那第一个误解呢，就是双语的小朋友会比单语的小朋友比较晚才会开始讲话。其实不是这样的。正常来说，其实双语跟单语的小朋友发展的空间是相对一样的，意思就是不会因为多了一种语言学习就会变慢，然后就会比较晚才会讲话。那第二个误解呢，就是双语小朋友会比单语小朋友学习能力差，而且他们会赶不上进度。其实相反，根据研究表示，双语儿童会比单语儿童倾向于更快的成长曲线。而且他们会有更高，我们称之为 executive functions。executive function 就是执行管理的功能，意思就是他们对于干扰会有更好的对抗能力。So how do we test that？ 我们可以做一个叫 strip task。strip task 是一个很简单的抗干扰测验。那左边呢，我们会有这个 congruent conditions 一致条件，意思就是他们的单字跟那个颜色是一致的。右边呢，我们有 incongruent conditions， 就是不一致的条件，意思就是那个单字跟那个颜色的意思是不一样的。我们看一下右边，它明明单字写着 blue， 可是我们要读成 yellow。研究就表示，会多过一个语言的人呢，通常都会表现得比较好哦。那到第3个误解就是小朋友学语言会特别快，其实不一定的，因为小朋友学习语言的方向跟大人不一样，反而大人会比较对于那个语法比较注意。而且虽然小朋友似乎比成人学习语言更轻松，但是我们不应该低估他们的努力，也不应该以为小朋友才可以学语言特别快而给他们过多的压力。那第4个误解呢，就是你一定要是语言天才才可以同时学习2种语言或者是以上。其实我们要记住，语言学习不是一个天赋，其实不需要是天才才可以做得到。就像2只眼睛去看路啊，或者是一双腿去走路一样，它是人类的一部分，所以我们只要努力加油都可以做得到哦。跟上一个误解很类似，有一些人会觉得有些语言是比较容易学习的，所以特别多人会觉得要学英语，因为英语的语法比较简单。其实你们要记住，没有任何没有语法的语言，所有语言都有他们自己简单或者是复杂的地方，但是都可以学习，只要我们努力练习就可以了。那下一个误解呢，就是我教书的时候，很多家长都有问过，就是如果家长不能很完美的说出一种语言，那些错误跟口音是不是会传给小朋友呢？其实这个情况只是在孩子从来没有听过任何其他人讲同一种语言的时候才会发生的。而对于现在这个社会来说，这个机会不太可能发生，所以千万不要担心自己的问题会传给小朋友咯。那到了第7个误解，就是如果双语小朋友语言学习上有困难，他们只要放弃其中一种就可以了。其实这个是没有研究证明的。相反，双语小朋友如果有语言的问题，通常这些问题都有可能在其他语言上发生，所以还是要努力去面对这个问题比较好哦。我们已经很快来到最后一个误解。那这个误解呢，就有很多家长也是问过这个问题，就是小朋友一个句子里面有很多的语言掺杂，是不是不好的呢？ Why you saying tired? Why? Why are you saying you're tired? I don't know. How about you? How about you? 弟弟哥哥跟爸爸炸親腰。係喎，炸親腰啊 Please, can you get how? ！Get up， OK， 你試下叫阿 Rosie come。Why you from Rosie?
其实 code switching 是一种会多种语言的人的才能，意思就是他们可以像开关一样，从2种或者是以上的语言换来换去，而且其实这样做是有很多的好处哦。我们可以看一下图片，去更好了解一下。那以前的研究以为语言是像脑部的小气球分开运作的，他们称之为 SUP。Separate Underlying Proficiency Model， 但其实比较新的研究表示，每种语言的经验都可以促进多种语言共享的那个基础能力，这个就叫做 Common Underlying Proficiency Model。那下一个图片呢，就是有研究人员用冰山去做一个比喻，浮在水面的每座冰山是我们每种语言表达的能力。而在水下面的是我们看不见、已经融为一体的基础，是一个所有语言随时都可以运用的统一系统。简单举一个例子呢，就是一个小朋友已经会加减法，他们用另一种语言去做题的时候，其实不用重新学习那个概念的哦。那到最后呢，有蛮多家长会提出，爸爸在家里只能讲法语，奶奶只能讲国语，或者是家里只能讲自己的母语，到学校才讲英语。其实这些都是一种办法，但最重要的还是要看孩子他们能不能适应或者是接受。特别我们不要让小朋友觉得只能跟某一个人讲某一种语言，因为语言最基本的还是要跟别人沟通。那今天就差不多到这里了，希望大家可以按赞、订阅，然后分享。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吧，拜拜。